中国与不丹签署新协议，为两国建交迈出重要一步。为何两国至今未建交？印度又为何认为不可接受？印度与不丹历史上有何恩怨情仇？中国又将如何改变南亚局势？据媒体报道，10月14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与不丹政府外交大臣丹迪多吉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通过了两国签署关于加快中部边界谈判3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协议，而这份备忘录的签署将为中国与不丹两国解决边境争议以及推动两国建交打下基础。是的，至今为止，中国与不丹这两个邻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为何没有建交，我们稍后进行解答。中国与不丹备忘录签署最受刺激的无疑就是印度了。在事后，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丹巴奇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表示印度方面已经注意到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且表示自1984年以来，中国与不丹就一直进行边界谈判。不过，印度官方并没有回答不丹是否事先已经将这一决定告知印度。从印度官方的表现来看，不丹此次与中国谈判很可能绕开了印度单独进行的，这对于印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不丹号称印度在南亚最后一个朋友，在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逐步对印度离心离德的时候，印度人一直坚信只有不丹是他们最坚定的盟友以及最友好的朋友。如今这个朋友也要丢了。不过表面上印度与不丹是朋友，但实际上印度政府可没有把不丹当过自己真正的朋友。自不丹独立以来，印度一直将不丹视为自己的从属关系，而事情的源头还得是大英帝国的功劳。18世纪，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对全球展开殖民攻势，而南亚大陆遭到英国人的入侵，建立起东印度公司。1772年，英国入侵不丹，随后通过新楚拉条约，迫使不丹割让2000平方千米土地。不过，英国始终没有把不丹完全纳入自己的领土。1907年，不丹王国建立，并与英国签订普纳卡条约。按照那份协议，不丹对外关系受到英国指导。实际上可以看出，虽然英国没有完全占领不丹，但已经成为不丹实际统治者。二战之后，殖民地独立浪潮风起云涌，英国意识到他们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已经无法维系下去。1947年，印度独立，继承英国在南亚大量土地。英国虽然决定撤出南亚，但却并不甘心自己的影响力被完全消除。除了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埋雷，在印度与不丹关系上同样发扬搅屎棍精神。1949年，在英国的撮合下，印度与不丹签订《印度不丹友好条约》。在这份条约中，虽然名义上是促进两个国家的独立性，但实际上条约规定，不丹的外交政策受印度指导。不丹购买军火要得到印度许可，以此来换取印度的援助。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印度不丹友好条约基本上就是复刻了普纳卡条约，只不过英国人此前的权益被印度给继承了。当一个国家的外交权与军事权都被另一个国家掌控，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被称为正常国家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丹都被印度视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谋利的工具，与全球主要大国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就是不丹至今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原因，不是不丹不愿意，而是印度不同意。长期以来，不丹社会都认为印度不丹友好条约属于强权政治的产物，严重损害了不丹的主权和独立。不丹从官方到民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修改甚至废除这项条约，但都被印度政府给压下去，因为印度几乎完全控制了不丹的经济命脉，不丹的能源与货物进口几乎完全依赖印度。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尤其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战略，巴基斯坦、尼泊尔与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积极响应，这也使得不丹开始注意到它的另一个邻国。不丹发现，在印度之外与中国建交，搭上中国经济的顺风车，成为一条可选之路。然而，印度却不允许这一切发生。2012年6月，巴西里约加20峰会召开，时任不丹首相的吉梅格延来意外找到参会的中国领导人会晤，双方围绕着如何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会谈。而在此之前，中国曾派特使前往不丹首都廷布，受到不丹方面积极应对。这一系列举动让印度大为惊恐，于是印度出手了。2013年6月30号，
就在距离不丹选举还有13天时，而印度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宣布停止对不丹供应燃气和煤油补贴。政策一出，不丹当地燃料价格飙涨3倍，这个不但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而执政政府信誉迅速垮台。执政党在13天后的选举中惨败给反对党。印度害怕中国与不丹建交，因为在印度一直将不丹视为本国战略目标服务的对象。印度有一个致命的战略薄弱点——西里古里走廊，这里以一条狭长的地段连接的印度东北部。印度担心，一旦中国进入不丹，就能如掐断鸡脖子般将印度东北部分离。印度认为，只要替换掉不听话的执政政府，就能牢牢控制整个不丹。然而，不丹人却也最终看清了印度人的傲慢。自燃料事件后，不丹国内的舆论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2017年6月18号，印度边防军越过中印边界西金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方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导致洞朗事件爆发。中印在边境进行了军事对峙，而这个地区就连当年英国都承认属于中国部分。印度却打着为不丹出头的旗号，要求中方撤军。2017年7月6号，《印度时报》发表了题为《印度要求中国撤出不丹》的文章，试图打着弱国不丹维权的幌子，试图博取国际社会同情，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然而，让印度人没想到的是，不丹国内媒体不丹新闻网却发文表示，此次事件与印度无关，印度试图插手该地区的争端，并且文章称，中国与不丹的边界谈判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中国方面表现得非常诚恳，但不丹政府在印度的坚持下一直拖延谈判的进程。究其原因，是因为印度政府担心中部签署边界协议后的下一步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将永久地巩固了不丹的主权地位。在国际政治的敏感问题中，不丹将不再轻易地成为印度的马前卒或代理人。不丹媒体的反驳可谓着实打了印度人的脸。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3月份的时候，印度还给不丹提供了55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但紧接着，印度糟糕的应对疫情手段导致本国自顾不暇。而此前承诺在8到12周后向不丹提供接种第2剂所需的疫苗也未能兑现。而不丹学习中国的抗疫经验，严管边境，禁止外国人进入，最终成为南亚抗疫最成功的国家。6月份，无力抗议的印度在加勒万河谷挑起中印边境矛盾，导致中印局势升级，而南亚国家再次重新面临选边的问题：是继续被印度绑上战车，还是依靠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想必这些国家心里也有数。